朋友们，上期我们讲了一下《咸鱼之王》这款游戏，今天咱们就来深挖一下《咸鱼之王》背后的公司和它的创始人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公司，名字呢叫做豪腾加科。说这个名字估计大家都很陌生，但是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疯狂游戏。创始人叫做曹小刚。2010年之前他呢曾经在爱尔兰的微软，10年之后呢来到了北京创业，做的第一款游戏是 LBS 游戏，基于位置服务的游戏，类似于现在的宝可梦 Go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都2024年了，位置服务的游戏也不是很火，更别说当时了。果不其然呢，就急了。但是这个烂尾游戏也不是说丝毫没有价值，起码呢，他还为这个团队带来了100万美金的投资。虽然说有了这个投资，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公司还是挺紧巴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，想着要不要去做一下休闲游戏，毕竟呢，开发成本低，周期又短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推出来了第一个疯狂系列，叫做疯狂猎鸟。在这个 iOS 榜上也获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，虽然说没挣多少钱吧，但也算弥补了一下之前的亏损。于是呢，就更让他们坚信了要做这种休闲小游戏。正好那个时候呢，微信发展最迅猛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想着，我要是能抱上腾讯的大腿，那我不直接起飞了？起飞，哎，飞。他们就把人家一个国外的游戏叫做阿科米尼亚，高情商来说叫借鉴，低情商来说那就是 Ctrl+C Ctrl+V 除了一个特殊的分享给微信群、分享朋友圈这些国服特色，无论是界面设计还是游戏玩法，甚至是游戏里边90%的卡片都是直接照搬过来。这款游戏估计很多人听说过它就叫疯狂猜图。这款游戏在当时还是非常的火的，据统计最少超过了5000万的玩家。然后呢，就是根据曹小刚自己的自述，4月份研发到5月份上线，就4个员工，开发成本呢不超过10万。不得不说，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。于是呢，曹小光就更加坚定了，微信这条大腿我抱定了。14年的时候，他们呢又做了一款叫做《疯狂游乐场》的 H5，它不是一个游戏，但是里边呢有非常多的小游戏，也是通过这个平台积累了很多的用户。直到这个16年的时候，又做出来了一款游戏，叫做《海盗来了》，玩过的可以在屏幕上扣个1。这款游戏在当时也是非常的火，上线之后很快用户就达到了2.5亿，并且呢也成为了微信小程序有史以来第一款流水破亿的游戏。这个数据还是很夸张的，但如果我们点开它这个游戏仔细看一下，基本上呢跟之前的那些疯狂游戏没有任何的区别，充满了各种的引导加内购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套路，玩弄的就是人性。借着庞大的微信用户量，哪怕你一个人只充1块钱，也能赚得盆满钵满。所以这么多年的做休闲小游戏的经验，他们呢也已经很上手了。2022年推出来咸鱼之王，咸鱼之王的成绩也是非常亮眼，哪怕是在一众游戏大厂的中间，你也能看到疯狂游戏的影子，甚至有的时候流水比大厂还要高。就问你气不气？咸鱼之王呢也一直保持着微信小游戏排行榜的第1名。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疯狂游戏成功的几个特点，个人感觉，第一个运气非常好的抱上了微信的大腿，第二个呢就是运气还是非常好的赶上了短视频的浪潮，就是这个广告着实有点傻逼。不玩了，我爸怎么离开了？热门游戏、热门小说、热门梗全都能给你塞进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抽象，然后就是它的重社交和轻玩法，游戏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交，而玩法也不需要做什么创新，基本上都是把国外那些已经验证过并且成功的直接拿过来而已。不知道大家看到疯狂游戏这家公司以这种讨巧的方式赚这么多钱，会是一个怎样的感想？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承认这是一家游戏公司，因为我感觉它其实更像是一家营销公司、广告公司，是不是？